试试吗？乖徒儿，死了为师给你招魂，做个纸人身体噻。江姑娘，方才在2楼雅仙瞧见，还以为看错了，不想真是你。姑娘这是在体验市井生活？一卦200两，要算吗？算。算什么？说来也巧，今日我恰巧去了趟南山寺进香，听闻江姑娘在寺中所学乃是占星卜卦的本事。既然如此，楚某便想请江姑娘以此法门为我算上一卦。我想算算，我与婉晴两情相悦，亦得父母之命，然姻缘大事关乎一生，不免忐忑。敢请姑娘卜算，我2人这段姻缘可能顺累圆满，开花结果。哎，那位不是醇亲王府的世子爷吗？怎么也来这市井滩头算卦了？我记得这姑娘之前自称江度生，莫不是跟那位和楚世子定了亲的江二小姐是一家？对对对，听说江家那位从小在庙里养着的大小姐，前些日子回府了，难不成就是这位？这可稀奇了，未来妹夫找大姨子算姻缘前程。楚世子确是贵格无疑，眉宇开阔，山根丰隆，鼻梁挺直如悬蛋，主中年运道亨通，财帛不缺，权势可期。此等面相，莫说富贵双全，便是更进一步，也非毫无可能。只是世子这姻缘线着实有趣，红鸾心动不假，然光华浮于表面，内里却缠着一道若有若无的冷清之气。与你自身命宫的贵气并非同源同心，反倒像是一道不相合的枷锁。你与江婉清这段姻缘始于算计，终于力尽，表面风光，内里枯槁。若论结局，是我直言，你与江婉清不得善终。看在楚世子今日特意去南袍寺关照我的份上，我再免费送你一卦。世子，你言为隐文暗藏饥荒，所追随之人看似如日中天，实则根基洗邪，大厦将倾而不自知。你若继续执迷此道，为他鞍前马后，小心来日树倒猢狲散时，你这富贵双全的命根，怕是要先折了贵子，再难保父子，落得个凄荒收场。江姑娘慎言，楚某身为宗室子弟，蒙受皇恩，心中唯一的主子只有当今圣上。言尽于此，信不信在你。卦已算完，世子哥，你请便，莫要挡了后面真正想算卦之人的路。去，告诉那位，江家这位大小姐确实有些真本事，眼毒，胆也肥。是。江度生，早知你这般有趣，这婚事不换给婉清，似乎也无妨。姑娘想算什么？听闻姑娘卦算灵验，我想请姑娘帮我算算，我能不能为夫君怀上一儿半女？我嫁入夫家已3年有余，一直未曾有孕，子嗣缘法关乎阴阳调衡和命理福德，请姑娘伸出左手。姑娘掌心姻缘线纹路浅淡，近乎于无，红鸾星位气息凝滞未动。你尚是云英未嫁之身，何来夫君，又何来子嗣之求？我本对姑娘的本事半信半疑，只觉这长陵城中沽名钓誉的骗子太多。今日借着这由头一试，姑娘勿怪，对不住，实在是寻人无门，又怕再遇欺瞒，才出此下策试探姑娘。姑娘是真有本事的人，小女子方才失礼了，无妨。试探也好，真心也罢，于我而言并无分别。这是我一位至交好友的生辰八字，他失踪快1月了。我报过官，也私下遣人寻过，却如石沉大海，半点音讯也无。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我只想求姑娘帮忙算一算，他是否还在人世？据此八字推算，此人阳寿已尽，不在人世。果然，麻烦姑娘了。挂金多少？不忙，此事尚有蹊跷。方才推算时，
我感应到此人的魂魄似乎被某种力量拘棍住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被拘住了？怕是要招魂了。今日只卜2卦，欲卜问吉凶者，请改日再来，或寻徐半仙。此地不便深谈，现在可以坦诚相待了吗？妾身花名月饶，是城南阮红轩的清冠人。我失踪的好友名叫温玉穗，与我同在阮红轩，亦是清间人。他性子外柔内刚，色艺双绝，尤其一手琵琶堪称长林一绝。大约半年前，玉穗结识了一位客人，那人气度不凡，但行事低调，每次来都只点玉穗作陪，听曲谈天，出手阔绰，却始终守礼。玉穗他最初只是感激，后来怕是动了真情。那人来得勤了，可约莫2、3月，忽然就不来了。玉穗开始还强自镇定，后来日渐憔悴，直到约莫1个月前，玉穗便突然不见了踪影。房中整洁，细软首饰一样未少，只他常弹的那把琵琶不见了。我们报了官，官府查了一阵，只说没线索，怕是跟人私奔了，便不了了之。可我知道玉穗不会的，他纵然动了心，也绝不是那般不管不顾一走了之的人。他若真要离开，至少会给我留下只言片语。我私下托了各种关系打听，包括那位客人的身份，却始终打探不到分毫。那人似乎是从石头里赠出来的。玉穗自此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直到我听闻姑娘您卜算如神，我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易容前来。我本只想求个明白，知道玉穗是生是死，可如今姑娘您却说她的魂魄被拘住了。姑娘，求您帮帮我，能不能救出玉穗的魂魄，让她安息？寻常招魂之法，需死者姓名8字或至亲至信之人的呼唤。你既有他生辰8字，又是他生前好友，我可先尝试用招魂符感应，看看能否将他的魂魄直接召来此边。全凭姑娘做主。荡荡游魂，何处留存？3魂早降，7魄来临。魂兮归来，无远遥指。以耳之鸣，应无之兆。魂来！有意思。看来困住你好友魂魄的，并非寻常鬼物。这拘魂手段阻隔之力如此之强，连我的招魂符都难以穿透感应。怕是个有些年头、道行不浅的老东西了。100年老东西，那玉穗他……稍安勿躁，招魂符无效，说明对方设下的禁制不弱，且距离不近。我需要更直接的媒介来定位。月饶姑娘，你可有温玉穗生前贴身常用或者极为珍爱之物？最好是长期佩戴，沾染她浓厚气息的。有，这是从他房里拿来的，一直贴身收着。物主灵犀，寻迹溯源，千山不阻，万水可连。幽冥障壁，照现真言。指路。找到了，月饶姑娘，你这位好友的魂魄被困在西北方向，距此约100里之外的一处极阴之地。那地方煞气盘踞，且有那道行不浅的老东西主持禁制，情况不明。我现在无法立刻动身，长陵城内我另有要事需在4日后了结，待那事了，我才能抽身前往探查。不过你也无需过于忧惧，那老东西困住温玉穗的魂魄已有10日，却并未立刻吞噬或炼化，似乎另有所图。短时间内，他的魂魄应无消散或遭受重创之虞。姑娘大恩，月妖无以为报，这些许银洋全作定金，请您务必救出玉穗，事后还有重谢。待我寻回温玉穗的魂魄，事了之后再论酬劳不迟。此物你收好，或还有用。若没有其他事，我便先走了。姑娘，若这几日我另有线索，或有事想寻您，该到何处去？可到礼部尚书府寻江度生。阴气。是我，谢近臣。此处不宜多说，跟我来。
谢世子，解释。抱歉，情急之下冒犯了。那阴气应是我爹手下的人故意放出来引你过去的。看来我这是上了条贼船，而且还是刚登船就被人盯梢了。本来你们这些皇家贵胄的恩怨纠葛，我半点不想听，更不愿沾。可如今看来，若不听个明白，别说替你寻娘亲的尸骨，怕是连我自己都要被你爹的人探出个底朝天，惹上无穷麻烦。说吧。此前是我思虑不周，那日在酒楼前，我明晃晃找你，想来因此让我爹盯上你了。若我猜的不错，他今日派人故意泄露引你过去，一为探你的底细，看你究竟有无真本事对阴煞之气敏感几何；二来也是想瞧瞧我寻你究竟所为何事。江姑娘，有些话一旦出口，你就真的下不了我这条贼船了，其中的凶险远超寻回骸骨本身。你确定要听吗？现在我还有其他选择吗？谁让我每月15还需倚仗世子你来治病呢？好，那我便说与你听。我的娘亲并不爱我的父亲，而我的父亲谢旦却偏执地深爱着我的娘亲，爱到近乎疯魔。我父亲之所以不惜一切，甚至动用阴邪之术，也要盗走我母亲的尸骨，藏匿到一个令人难以追查的地方。也许不仅仅是为了占有，更是为了不让另一个人找到。谢世子，我现在离开这条贼船还来得及吗？你猜出来了，对吗？没有。好，我就当你不知道。这些年我暗地查探我娘尸骨下落，我父亲他并非毫无察觉，只是我行事谨慎，他暂时没有确凿证据，更摸不准我的目的和到底知道了多少。今日他派人试探你，便是开端。接下来他可能会用更多手段来探你的底，甚至可能对你不利。为以防万一，我调派一队精于隐匿的女暗卫随行保护你，你意下如何？不必。若你父亲身后真有如我一般的方外之人，寻常暗卫恐怕难以防范，反易暴露行迹，徒增变数。况且我对他身后之人倒也颇有几分兴趣，正好试试对方深浅。你万事小心，他今日试探未果，接下来定会还有动作。若有事，随时遣人寻我。你此前说想脱离江家桎梏，5日后的皇后寿宴，或许是你借势而起的最佳时机。怎么说？你可知，当今陛下跟前，除了后宫与朝臣，还有一人，虽无具体官职，却地位超然，连我父亲都需忌惮3分。其言语甚至能左右陛下某些心意。国师释青莲。释青莲，听闻此人法力高深莫测，不仅精于炼丹养生，更通晓诸多玄门秘术，甚得陛下信重。若能借得他一丝事，你想脱离江家自立，事半功倍。届时江家不敢强留。释青莲，这名字真好听，不知道人长得如何？一般，但释青莲此人绝非如名字那般出尘脱俗，他心思深沉，手段莫测，最善蛊惑人心，连皇室之人都对他礼让3分。可他绝对算不上什么好人，你莫要被皮相或名声所惑。你和他有过节？没有，只是单纯瞧不上他那股子故作清高不染尘海的模样罢了。仿佛世间万物皆在他执掌之间，人人命运皆可随他心意拨弄，无趣的很。行，我知道了。若无其他要事，我先走了。江姑娘，自己当心。大师，您可回来了。您猜我今日闲得发慌，在你们江府里瞎晃悠时，听到了什么？什么？您那爹娘他们居然在偷偷给您相看人家，就在前厅里嘀咕呢，说什么皇后寿宴是个好机会，暗地里已经看中好几家，想趁机把您的婚事定下来。还真是一刻也不让人消停啊！王大壮，你替我跑一趟，送封信回南山寺，交给我师傅。好嘞。师傅，有缘人已现，子期近在咫尺，弟子愚钝，不知该如何行事，才能真正借得此人一身紫煞之气化为己用，平衡己身。恳请师傅指点迷津。你先恢复成魂体模样，方便赶路，也更不易被常人察觉。待你回来，我再给你剪个更结实、更英俊的新身子，你可愿意？
好，我这就变。那个大师，南长寺路远，万一我半路上遇到什么厉害恶鬼，看我不顺眼欺负我，可怎么办啊？行了，给你加了一道护魂符，寻常阴煞邪祟进不了你身。若真遇到能破此符的厉害角色，这符会裂时我自有感应，会尽快赶去。当然，前提是你别自己作死往绝地里闯。多谢大师，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。那我们真走了。给大小姐请安，进来吧。夫人让老奴来给您送些东西，顺便传个话。夫人说过几日是皇后娘娘寿辰，宫中设宴，老爷和夫人要带您一同赴宴。这些是给您添置行头用的，若有不合适或不喜欢，尽管告诉老奴，夫人再命人置办。夫人嘱咐，宫宴规矩大，贵人云集，让您这几日好生准备，务必端庄得体，莫要失了咱们江家的体面。知道了，那老奴就先告退了，您先歇着。大小姐，您怎么翻墙进来了？院门口那两位怎么回事？等了多久？二小姐和二少爷来了有半炷香时辰了，您不在，他们也不敢乱进屋子，就在院门口站着，说有急事非要等您回来不可。二小姐一直在哭。那就让他们继续等着吧，别告诉他们我回来了，我可没什么兴致去陪他们演什么兄妹情深、兴师问罪的戏码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对了，大小姐，许家和孟家方才派人来给您送礼，放在您屋中了。江姑娘，那日郡主府宴会之上，方知你在江家处境艰难。孟家虽无金玉之富，然此区区之数，聊表心心。多谢你带嫣儿的魂魄回来，得全我母女最后一面，此恩此德，没齿难忘。银钱虽薄，望君勿却。倘日后有需，但凭一纸相照，孟氏何府必当倾力相助。大师，我回来啦！哎，您那兄长和妹妹怎么回事？改行在您院门口当门神了。我进来的时候看见他俩还在那儿嘀嘀咕咕呢。见到我师傅了，信可送到。见到了。哎呀，大师，还好您给我打的那道符，您那位师傅差点把我当孤魂野鬼给顺手超度了。幸好我机灵，大喊我是江度生手下的鬼，他才收了神通。那眼神看得我魂体都发凉。回信呢？在这儿。无徒度生，山门清静久矣，自你下山，波澜骤起。徒儿啊，你下山这短短10日，究竟惹了什么事端？近日已有不下3波行迹可疑之人，明里暗里来寺中打听你的过往，所学何术，为师心中惶恐啊。咱4小僧少，经不起折腾。令，徒儿你吃的好不好？睡得可安稳？你那爹娘待你如何？可有委屈？若受欺负，记得山门永远给你留一碗斋饭。哦，你问借紫气与阳煞之法，不愧是为师的好徒儿，下山不久便能寻有缘人，机缘非浅。然则此事关乎天道成父，阴阳至极。此人紫气乃天皇贵族，阳煞更是其命格刚烈，杀伐决断之外显，二者浑然一体，至阳至刚，与你体内阴煞互冲互克，亦互根互用。寻常借用之法，无异于引天火焚己身，凶险万分。具体如何将其转化调和，纳为己用而不遭反噬，为师不可说，不能说。徒儿你且自行参悟，或待时机真正成熟，自有明路显现。切记，欲速则不达，强求必生祸。又即寺中近日诸事繁杂，为师深感疲惫，决意不日便下山云游，躲避游历一番。寺中一定事务已交由你那位木头师兄打理，你勿念，也勿回寺里寻我，寻也寻不着。总之，徒儿保重，遇事莫强出头，银钱莫乱花费。若有多余，可托人捎来寺中，平安是福。看来指望师傅是没戏了，一切还得靠自己摸索。要不问问另一位师傅？算了，那位更不靠谱。问他如何借紫气阳煞，他怕是能兴致勃勃地提出7、8种九死一生的偏门妙法，最后还要加上一句：“乖徒儿，试试吗？死了为师给你招魂，做个纸人身体噻。”罢了，还是得靠自己。小环，姐姐是不是已经回来了？你莫要问我。
二小姐，大小姐真的还没回来，许是奴婢方才收拾屋子忘了熄钉。忘了熄钉？那方才灯又是谁点的？难不成是鬼点的？出去卷一阵阴风，他不是想见鬼吗？让他见识见识。是，定是姐姐回来了，我有话与你说。有鬼！文清，你别怕，许是风声。鬼！真的有鬼！二哥，我们快走，快离开这儿！大师，您的丫鬟吓晕了。或许该多养几个小鬼，但这种胆小鬼不是遍地都有。大师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按您吩咐吹了点风，呜呜叫了2声。行了，别嚎了，给你捡个新身子，你裹上被褥，把小怀抱回房里去安顿好。是，多谢大师。大师，这身子好，这脸真俊。大师，下回能不能照着谢世子那模样给小的剪一张脸？世子爷那张脸真是天上地下难得一见的好看，小的喜欢。赶紧干活，把人送回房，盖好被褥。是，大师。明日若有人问起你的身份，就说是我新买的护卫。大小姐，夫人和二小姐带着人往这边来了。让他们进来吧。陆生醒了，娘特意过来给你送寿宴的衣裳和头面，颜色太艳，我不喜欢。皇后娘娘寿宴是普天同庆的大日子，届时会有许多青年才俊出席，姑娘家穿的鲜亮些也是应景，显得精神。好什么？好让各位夫人相看吗？我给过你们机会的。什么机会？好了，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，请回吧。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娘是一片好心，还有你，昨日为何在外面摆摊算卦，丢尽我们江家的脸面也就罢了，你为何要诅咒我和燕昭哥哥？说什么不得善终，你安的什么心？你是不是还惦记着燕昭哥哥，见不得我好，才这样恶毒的咒我们？我说的是事实，他非你良人，你们命力不合，强行言和，必生怨怼，难得善终。信不信随你。娘，你看他。杜生，娘知道你心里怨我们，觉得我们当年将你送去寺庙是狠心，可如今你已归来，便是江家的嫡长女，你学的那些玄异之术，于归玉有损，只会让人诟病，为你自己招惹是非。爹娘为你打算，提前相看一门稳妥的亲事，也是为你好，让你日后有个依靠。若你真的不想那么早出嫁，定下亲身后，在家中多住几年也是可以的。但皇后寿宴在即，这是你第一次在皇宫面前露面，规矩体统不能有失。唉，东西先放这儿，你好好想想。待会儿娘让赵嬷嬷过来，好好与你说说进宫赴宴的礼仪规矩，还有届时需要注意的各位贵人。赵嬷嬷来了，自己找地方坐吧。嬷嬷就在这儿待会儿吧，喝喝茶，晒晒太阳。时辰到了，便回去复命。就说该说的，我都知道了。是，老奴明白了。时间仓促，不知合不合你心意。我瞧这颜色应配你。很好，不艳不素。郡主有话，不妨直说。和聪明人相处，就是不费功夫。江姑娘，本郡主确有一事相求。郡主但说无妨。今夜宴席，我想请姑娘替我仔细看一个人，通过面相看看他品行如何，可是能值得托付真心之人。好，不过郡主须知，我所能告知您的，仅是他现下此刻所呈现的面相与气运所反映出的心性和状态，
此人将来如何，是否会变，非我今日一观所能断言。此言何意？面相命理不是天生注定吗？命由天定，运由己生。面相固然能折射一部分先天命数与当下心性，但它绝非一变不变的枷锁。人的际遇、抉择，乃至一念之间的善恶，会悄然改变其心性气质，进而慢慢影响甚至扭转其面相与运势走向。今日看来端方君子，若来日被权欲侵蚀或遭逢巨变，心性扭曲，面相亦会随之改变，透出凶戾。反之，一时糊涂之人，若能幡然醒悟，持善修行，面相亦可能渐趋平和贵气。至于真心，人心最是莫测，瞬息之间，真挚可化虚妄，凉薄亦可生暖意。托付二字，更是将自身安危喜乐系于他人一念之上。郡主当比我看得更清。江姑娘所言字字珠玑，本郡主受教了。好，那就请姑娘只告诉本郡主，你今夜所见的此刻的他究竟如何？至于将来，本郡主自会谨慎应对。江夫人，怎不见杜深与你们一同前来？可是路上耽搁了。许夫人有心了，杜生承蒙永宁郡主厚爱，特意派车驾将他接到郡主府去了，想必会与郡主一同入席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娘，姐姐什么时候跟许夫人这么熟了？许夫人竟亲自过来问。娘，婉晴，你姐姐在外面那些年，想必定是吃了不少苦头，性子难免孤僻些。你日后莫要再与她为难了，姐妹和睦才是家宅之福。娘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我与她为难？哪一次不是她先招惹我的？那日更是当众诅咒我与燕霄哥哥，是她不把我当妹妹放在眼里。好了好了，是娘说错了，莫哭了，待会儿哭花了脸，让燕昭瞧见了，可要笑话你了。永宁郡主，昭华县主到。那是江家大小姐，怎得与永宁郡主同来？前些日赏花宴上得了郡主赏识，不想郡主竟待她如此亲厚。这孩子终究是明珠不面齐灰。郡主，许久不见县主出落的愈发标致了。只是郡主身边这位姑娘，瞧着面生，气度却是不凡，不知是哪家的千金。王妃真是好眼力，这是礼部尚书江大人府上的大姑娘江杜生。杜生，这位便是纯亲王妃。原来这就是杜生啊！常听婉晴那孩子提起你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可惜了。是啊，杜生这孩子，本郡主瞧着极好。走吧，宴席快要开始了。是。皇上、皇后娘娘驾到，太子殿下、永熙公主到。恭迎陛下、皇后娘娘，恭迎太子殿下、永熙公主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今日皇后寿辰，君臣同乐，不必过于拘礼，都坐吧。瞧见了吗？那位穿宝蓝色锦袍的叫周文翰，是去年的2甲进士，如今在门下省任左拾遗，虽只是从8品上的官职，但常在御前行走。其父是太常寺少卿周伯远，家风清正，面相清正，心性刚直，有原则近乎执拗，但底色纯良，无阴私晦气，是可托付之人。然其性情恐非一辈柔顺，须觅知音。本郡主明白了，多谢。郡主，听闻国师大人佛法高深，深受陛下信重，怎的今夜皇后寿宴不见他出席？这位国师性子孤清清寂得很，平素只居静心台，非陛下亲召或祭祀大典极少露面，只听命于陛下一人。不过皇后寿宴乃宫中大庆，依礼他理应出席才是，这倒有些奇怪了。臣妇恭贺皇后娘娘芳诞，福寿安康，永保华年。特献上西域的千年血货凤凰佩1枚，
此佩据说曾受古毒国大祭司祝福，能宁心静气，又佩戴者凤体安康，祥瑞相伴。百鬼夜行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有鬼啊！护驾，速去静心台请国师。安静，不过是一些阴碎之物，等国师前来，自可镇压。殿门出不去，我们被困住了。殿后卫听令，收缩阵型，护驾。文臣女眷速退东南西北两角，不得散乱。此处安危，便托付殿下了。臣儿不可莽撞。陛下放心，臣万间这串佛珠乃大师所赠，寻常邪祟难进3尺之内。眼下门路被封，内外隔绝，总得有人去试试，看看能否撕开一道口子。臣去最合适。务必小心。符纸贴身，可保一时无虞。无论看到什么，勿惊勿叫。他疯了吗？快回来，那边全是。且看看，你妹妹或许真有应对之法。娘别去，那边都是鬼啊！看来不必再费心解释了，这般机遇可遇不可求。我这个人心善，运气好，别离我太远。乾坤肃清，邪祟退散。敕令啥？那是江尚书家的嫡长女，她竟能驱鬼！方才那是仙乐吗？那些鬼影子好像怕那笛声。她额间有朱砂，莫非真是佛门护法天女转世不成？永宁，这位姑娘是？回陛下，此乃礼部尚书江茂之女，名唤江度生。永宁与她投缘，便邀她同席。江爱卿之女。陛下，就是江爱卿家那位自幼体弱，被送到南禅寺供养祈福的嫡长女，前些日子才接回府，也就是早些年皇叔酒后曾为燕昭指腹为婚的那位。护驾！既已生死国灭，魂归尘土，何故执念不散？小心，小心！幽冥有序，轮回有法。今以玄门正法渡弩利器，送汝往生。敕令魂归。阿弥陀佛。是国师！国师大人来了！青莲，你出关了。好看吗？人如其名。他不是和尚吗？为何须发？想知道不告诉你。陛下受惊了。微臣于静心台闭关静修，忽感宫中龙气激荡，只有变故，故即刻破关而来，所幸未迟。来的正是时候，快将这祸乱宫位的妖物收了。陛下，此物杀不得，至少此刻杀不得。为何？此非寻常厉鬼，乃是100年之前一丝残存龙魂，融合了国破生死时的滔天怨刃与地脉阴气所化，历经数百年沉淀，已成地缚龙怨之煞。其根基与皇城地脉乃至前朝部分残余气运隐隐相连。若贸然将其打得魂飞魄散，恐会剧烈冲击皇城地脉，其消散时爆发的怨煞可能会影响国运平稳。此物虽为祸，但可以佛法慢慢化去其戾气，或可从其残留记忆中窥见前朝秘辛，于陛下于西仓未必全无好处。陛下，诛邪易，化怨难，然化解此等龙怨，亦是积累无上功德，稳固江山气运之举。恳请陛下允微臣将其带回静心台，设下净业莲华阵，以佛法经文日夜熏陶，许许度化。待其戾气尽消，一点真灵往生，则地脉可安，余怨可解。罢了，便依你所言，此物凶险，你务必小心处置。
莫使其再为祸。微臣谨遵圣谕，必不负陛下所托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臣妇罪该万死。当真不知那血泊凤凰佩竟是邪物，求陛下明鉴开恩啊！陛下，微臣斗胆为王爷陈情。陛下，王爷对陛下、对朝廷的忠心，天地可见，日月可昭。臣以为此次进献之物，虽引动邪祟，酿成大祸，可醇亲王府上下却喜蒙在鼓里，绝无半点不轨之心。此物若非此次机缘巧合，恐怕连王爷自身亦不知此玉佩的邪意。哼，醇亲王楚瑞，御下不言，库藏不查，竟使邪物混入寿礼，进献御前，引动阴煞，惊扰圣驾，搅乱宫宴。念在你确实不知情，且多年谨守臣道，会有劣迹，死罪可免，然惩戒不可废。即日起，罚没醇亲王府3年10龙俸禄，充入国库，以敬效尤。醇亲王世子楚彦昭未能辅助其父理清府务，亦有失察之责，罚其于府中禁足1月，抄写孝经、中经各100遍，深刻反省。至于王妃陈氏，虽系女流，然进献之事由你经手，今夏皇后与朱命妇亦难辞其咎。罚你于王府佛堂诵经100日，为皇后为今日受座众人祈福。臣谢陛下隆恩，臣领罚。臣定当深刻反省，严加治府，绝不再犯。臣领旨谢恩，定当谨遵圣谕，闭门思过，抄经反省。江爱卿，你养了个好女儿，今夜若非她及时出手镇住那些鬼物，怕是等不到青莲赶来，便要酿成更大的祸事。陛下过奖，此乃臣女本分，更是陛下鸿福齐天，龙威庇佑。杜生，还不快过来，叩谢陛下天恩。多谢陛下夸奖。陛下恕罪，小女自幼长于山野佛寺，近日方归，宫廷礼仪尚未熟练，绝非有意怠慢天颜。臣回去定当严加管教。无碍，非常之时不拘常理。江杜生，你这身镇鬼驱邪的本事是与何人所学？回陛下，臣女自小被送至南禅寺寄养，寺中本有清规，不收女徒。然主持慧明大师念我年幼无依，又见我在此道却有几分天赋，魄力应允，让我以带发修行之名居于寺后清净别院，又传授了一些玄门术法与佛理，意在让我强身健体，明心见性，亦能在这世间有一线自保之机。今日所用不过皮毛，侥幸而已。你口中的皮毛，却救了这满殿之人的性命，更护住了朕与皇后的安危。江杜生，你立此大功，朕不能不赏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金银财帛、田宅爵位，亦或是其他？今日朕在此许诺，只要不违背国法纲章，无论什么，朕都允了。陛下，什么赏赐都可以吗？君无戏言。臣女唯有一求，恳请陛下允准，允许臣女与礼部尚书府断绝一切亲缘关系。自今日起，臣女自愿脱离江氏族谱，不再以江家女自居。往后有种种福祸生死、荣辱得失，皆与江府无干。我只是江杜生。江杜生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与父母宗族断绝关系，此乃忤逆人伦、背逆孝道之举，是为大不逆。江爱卿乃朝廷重臣，江府亦是失礼之家，有何处亏待于你，竟逼得你生出此等决绝之念？陛下，树大有复枝，家有难应经。江府并未亏待于我衣食，然而亲情如水，冷暖自知，缘深缘浅，强求不得。我与江家正如那南禅寺后山的孤松与院前的繁华，本就并非同根，何必强植一处，徒增彼此不适？今日之情，非为怨恨，实为解脱。解脱他们，
也解脱我自己。从此天高海阔，我身如不系之舟，前路晦明，我命由己不由亲，请陛下成全。江爱卿，关乎你的家事，你怎么看？陛下明鉴，小女归家后，臣与内母或有关怀不够之处，但这绝非本意呀。亲情血脉乃天理人伦，岂是说断就能断的？骨肉相连，岂能轻易割舍？臣不愿，也万万不能答应啊！陛下，小妹归家时日尚短，家人之间难免有些生疏磨合，是我们做的不够好，怠慢了她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始终是一家人，血脉至亲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求陛下体谅，给我们一个弥补的机会。陛下，常言道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此事关乎人伦孝道，不如让江大人自行处置更为妥当。江姑娘或许只是一时委屈，在气头上罢了。若有人将我扔进寺庙10余年不闻不问，换了我，陛下，永宁对此事倒也略有耳闻。江姑娘在南禅寺寄养10余年，江府除了每月按时送去一些银钱用度，从未有任何人前去探望过这个女儿。生而不养，养而不亲，这家人二字分量究竟何合？陛下，臣复议郡主所言，为人父母者，若真心疼爱子女，纵使千山万水，也难阻牵挂。10余年不闻不问，仅以银钱为系，这与寄养外人有何区别？如今江姑娘有此决断，虽是惊世骇俗，然细求其因，恐非一日之寒。臣以为当体察其情。陛下，佛家讲因果早种，或许从臣女被送往寺庙开始，今日之果便已种下。2岁前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，只依稀记得有人在禅房里唱过歌谣哄我入睡。2岁之后再无人来探，后来才知是因为妹妹出生了。护国寺的大师批臣女命格七杀作命，刑克亲缘，犹防幼妹，所以所谓的家人不敢来见臣女，也从没想过接臣女回府。陛下，一个被家人认定克害亲人的女儿，如何还能算是家人？今日臣女若不断此亲缘，他日江家若有任何不顺，是否皆可归咎于臣女的命格？这亲不断，于我是悬顶之剑，于江家是膈应之刺，断了，两相干净，请陛下明鉴。陛下，可否听臣一言？讲。阿弥陀佛。世间万般牵绊，最重者莫过于亲缘。然亲缘之道，并非只有血脉相连，更在于心念与抉择。当年江大人与其夫人因一纸批语，心生畏惧，选择将嫡长女远送佛寺，此为义选。此后居年，只以银钱为系，不闻不问，为其煞气更甚于念其骨肉，此为一念。亲缘之线早已在此泽与念中日渐细弱，几近于无。昔日因恐惧与轻信而种下疏离之因，今日得决裂求久脱之果，此乃天道循环，非人力可强逆。江姑娘今日之求，看似决绝忤逆，实则不过是将那早已名存实亡的亲缘之线轻轻放下。他放下，江府众人亦可放下心中那块因煞而生、悬在心口多年的石头。此非悖逆，而是彼此解脱，各归其位。陛下，既以因煞而舍下，又如何能以孝而库？因果如此，强求无益，
顺其自然，方是慈悲。今日之言，臣并非以国师身份干涉陛下圣裁，而是以南禅寺慧明师兄师弟的身份，为我这从未谋面的师侄说一句公道话。按辈分，江姑娘，你当唤我一声师叔。你那个不成器的小师叔，居然含俗了！你慧清师叔都快哭死了。小师叔，竟然就是他！青莲，此话当真？回禀陛下，此事说来亦是缘分。臣幼时流落街头，险些冻毙于风雪之中，幸得了悟大师路过相救，见臣根骨开渴，便破例收为关门弟子。大师兄慧明，便是如今南禅寺的住持。二师兄慧清，生性洒脱，常年云游在外。师父命慧清师兄传授臣佛理根基与修行法门，慧明师兄则从旁指点。6岁后，臣遂清师兄云游四方，再未见过慧明师兄，是以与这位师侄素未谋面，但却能凭方才的骨笛认出。这是早些年臣与慧清师兄特意为小师侄寻来的生辰礼。前些年因一些个人缘法与心念转变，臣自觉尘缘未泯，修行之路与四归渐有区域，遂拜别师兄还俗，蒙陛下垂青，委以国师之职至今。国师既已言明因果，朕已洞悉其中曲折。江度生，你脱离江氏宗族之请，虽被常伦，然事出有因，情有可原，更得国师见证渊源。朕准你所请。自即日起，江度生与礼部尚书江茂一家亲缘断绝，各不相干。宗人府与礼部依例办理，削其宗谱之名，另立户籍。江爱卿，你治家不严，轻信虚妄之言，致使骨肉疏离，酿成今日之局。罚封1年，以为警戒。望你日后谨言慎行，善抚家事。江度生，谢陛下隆恩。度生，师侄，今日之事颇多纷扰，可愿随我去静心台稍坐？恭敬不如从命。早些年，慧明师兄时常来信，总在信中提及收了个天赋极佳的小徒弟，性子虽冷了些，余却灵性非凡，一点即通。今日亲眼得见，方知师兄所言不虚，能让他破复归收为弟子，确有过人之处。师叔过奖了，不过是师父怜我无依，随意教些防身的本事罢了。今日殿上还要多谢师叔出言相助。师侄此番下山归家，想必不只是为了却尘缘吧？可还有其他想做的事，或想寻的人？那师叔当年又为何要还俗，还入了这红尘最深处的宫廷呢？你师父说的没错，你果然聪明，也够直接。既然你已借陛下之手得到了想要的自由身，那么听我一句劝，这长陵城看似繁华锦绣，实则是天下最深的浑水。你既已脱身，便不要再轻易涉足了。若我
执意要趟趟这浑水呢？夜深了，你该出宫了。对了，你可以寻好落脚之处。是该出宫了。方才为了困住那怨灵，灵力催动，被反震之力所损。这笛子跟了我许多年，又经香火加持多年。修复这等灵物，材料难寻，工费亦是不给，折合1万两。师叔，您看是银子还是银票？好。这是我名下的一处小院，位于城西清静处，日常由哑奴打扫。你若暂无合适住处，可暂且安身，算是我这做师叔的一点心意。不必了，银货两断，今夜之事你我两清。师叔，告辞。去哪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等你。宫门下校的时辰快到了，再不走就得留宿宫中。哦，正好，我不识路。找到住处了？还没呢，先回江府把我的东西拿出来，今晚找个客栈凑合，明日再慢慢寻合适的宅子。世青莲给你银票做什么？他弄坏了我的笛子，赔偿。方才在殿中，为何那帝王怨灵会被你的剑气逼退？寻常兵刃，哪怕煞气再重，对这样的百年龙王灵体，效果也有限。那柄剑名叫奔月，与这佛珠一样，都是那位大师所赠，许是有些镇邪之效。原来如此，是把好剑。你先去等我。谢了。江大人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陛下金口玉言既已裁定，此事便已了结。江姑娘如今已是自有身，与贵府再无瓜葛。诸位在此等候，纠缠不休，除了徒增难堪，又有何意？老爷，杜生他一定是要回府去收拾他的东西，我们快回去，回去还能见见他，说说话。跟上前面江府的马车，保持一段距离，等他们恢复后，绕到侧门附近的巷子停下。是，世子。我这2日需出城一趟，去捉一只有些年头的厉鬼，回来之后便同你去寻你母亲的尸骨。好，你先处理你的事。江姑娘，方才你的那叠银票，我隐约瞧着似乎有些异样。有什么问题？这印泥的色泽，还有这暗纹的走向，与官制最新一批似乎有细微区别。
这些你先拿着用，你这些我拿走，回头让人仔细查验一番。若真是伪票，也得查查来源。世子，江家大公子在门外守着，是否还要过去？江家人突然长脑子了。走吧，我东西不多，明日等他们不在时，再让人回来取便是。劳烦谢世子送我到最近的客栈。大师，您不要我了吗？闭嘴，别嚎了。大师，若不是昨夜您没回府，我担心就怕在江府那些人床底下偷听，都不知道您已经和江家断了关系。您就这样走了，也不带上小的，亏我还惦记着您。趁他们一大早慌乱出门找您，我把您平时用的东西都悄悄拿出来了。